把他送过去吧。啊，周书记，齐峰，哎，来，周书记啊，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，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。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，不用给我汇报了。哎，周书记，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。好，咱们那儿说去。哎，好，您慢点。来，周书记您慢点啊。现在咱工作重点啊，经过讨论以后，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。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，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。哎呀，关键是种子粮啊，现在有着落了吗？哎呀，周书记，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，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。这朱梅不是在那儿吗？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。哎呀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是，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。哎，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。哎呀，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。周书记，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。好。现在啊，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。来，我来，周书记，我来啊！这个山下从啊，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敌占区啊，修公路、修据点，挖那个封锁沟。我估计啊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，所以我想呢，把大量的人都集中起来，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。应该这么做。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，4个中队。我想呢，抽出1个中队，200个人做战斗值班，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。你看这扫荡以后呢，牛、马、骡死了大量，现在各村全缺牲畜。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，是这么想的啊，骑兵派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。好。这个骑兵排，我看啊，现在记在这儿，骑兵排是38匹马，这个警卫员啊，首长的坐骑是9匹，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，一共是70匹马。这70匹马啊，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，首长出行，剩下的马60匹，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。你看，好，哎。关于这游击区秋波，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？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，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良田。周书记，你算说到点子上了。现在大伙讨论呢，有不同的想法，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。第一个担心，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，危及百姓的安全。那第2个担心，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，让鬼子给抢跑了。那你呢？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？我主张种，那鬼子也缺粮食。你想，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，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。再说这个麦子，它不像高粱长不高，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青纱帐。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。那要是成熟了，敌人抢粮怎么办？那就看谁本事大了。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，周书记。再说了，咱帮着百姓抢粮食，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，咱还有武装保卫呢。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。哎呀，很好，这个主意好。那嘉盛什么意见？嘉盛同意我的想法。当然，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，说透一点，说的细一点。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。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什么事啊，不能只靠命令。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，哎呀，思想统一去做事情，效果会更好。哎呦，周书记，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？来，您上床上躺一会儿。来啊！来，周书记慢点。哎呀，好。后来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啊，什么提议？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，我想呢，让大家伙都去区校队，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。咱那么好的土地，不能让它荒芜了呀。哎呀，是啊，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，村子里没粮食能行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？我支持你的提议。故土难离呀，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。周书记，你看，还有什么
需要交代我的，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？你看也没什么交代的了。哎，不过我得提醒你一点，让战马去耕种，最大的障碍是骑兵。骑兵呢，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。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。支队的决定啊，就宣布完了。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，但在今天啊，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。咱都可以发言哈，咱举手发言，好不好？刘日才，战马拉犁就废了，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，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。张传旭，俺家大黑救过俺的命，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，这大黑就干病手软，那头弓，这根弓醒了我想让俺骑，要不然我早没命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。赵福，俺的马受了伤，也拉不了犁啊。大伙儿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，你们的心情啊，我理解。你们和战马的感情，我知道。但大家伙想一想，战马救过你们的命，和你们一起战斗，那老百姓呢？大黑的骑手张传旭，你受伤了，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？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！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啊？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，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！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啊。何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，大山叔、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，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，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？我们吃的粮食、穿的衣服、马匹的草料，不都是老乡给的吗？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啊。秋薄可不等人啊！错过了农时，到了夏天，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。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！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！副政委，你别说了，俺们干，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，也一定保证完成秋播任务。保证完成任务！保证完成任务！保证完成任务！大伙儿加油干啊！不，这个马拉不动的咱人拉，加把劲！朋友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先谁先把这块地拾掇出来？大伙都加把劲儿！同志，来，好点水。谢谢。同志，来，先别干了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副政委，首长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不忙不忙。哎，家政，你喝一口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啊。好了哈，坐。哎，小童子，你这么摇路可不行啊，摇的不均匀啊！你来拉，啊，我来摇。哎，这个粮食啊，摇的要均匀，不急不慢，抿一抿，搂一搂，明年好收成。哎，来来，学会了吗？小魏，来，你看看。走，大叔啊，让俺大黑歇会儿吧。好，歇会儿就歇会儿。
副统委，哎，队长，歇会儿吧。有咱八路军帮忙，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。不忙不忙，等会儿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。陈队长，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，得出出劳力帮别的村啊。哎呀，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，帮忙那是应该的。哎，对对，我去干活去。好好好好。千里太君，这里钓鱼轰都轰不到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？要不要赶紧把他们轰走？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，如果他敢下连派枪，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。是，正好在咱的马培新射程内，一开火，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嗯。八路的不是，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，路人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，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。对，他们种，我们来上。钢条留下，其他的都吃。齐峰，你还真是赌对了。虽然说我同意耕种，但是我这心也悬着。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，真要有几个死伤，那可怎么交代啊？先生，这可不是赌啊！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押注吗？你仔细分析分析，这鲁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，一个日军的中队，一个伪军大队，多少人啊？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，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。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啊，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，这是一个关键。哎，齐峰，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，山区根据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。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，赶在农时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。那太好了，这下粮就有盼头了呀。那是啊，哎呀，这真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是有动静啊。雨下雨了。这雨来得太好，太及时了。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。哎呀，好雨知时节呀！再下大一点吧，老天爷，再下大一点啊！两位首长，这雨太大了，进屋吧，在里会生病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天爷，听话，你下一晚上吧，我推着你啊，绝对不是野狗烤肉之辈啊！你再下大一点吧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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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1941年12月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，继续加紧反共摩擦。市长，陈专员来看您了。哟，老陈，哎呀，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。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哎呀，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。哟，还跟我避嫌呢？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？啊，
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。汪主席给了番号，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4师。汪主席啊，哎，看这儿，还给划了地盘儿。日本人啊，给了武器，崭新的。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，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，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。哎，我说老陈，要不你也过来吧？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，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，给你一个好职位。还得意呢？啊？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，日本人必败无疑。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，往我这边靠吧。不是，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？哎，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。你是真不懂吗？啊？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，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，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哦，他们要投降啊？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啊？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。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，打败日本以后，谁会跟我们争地盘？谁啊？啊，不是，你就直接说吧。共产党。总之，我提醒你啊，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。还有，只要你打共产党，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，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，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，明白？不是，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个话。我是说过啊。嗯，你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哎，我真要是这样，老陈，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，我都听你的。今年夏天呀，肯定是一个大丰收。家师啊，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。根据地里面，很多的村子呀，开始吃树皮、吃草根，那个野菜啊，早就挖光了。那小孩饿着见着麦面就往嘴里边塞呀。要是再没有粮食呀，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。部队的情绪啊，也不太稳。好多战士发牢骚说，这么熬着饿死，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，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。现在关键是干部，很多干部啊，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，一定要有耐心啊，跟大伙好好的解释。你这说的太对了。哎，还没有敌人给鲁店送来的情报吗？没有啊。但是啊，据咱们在鲁店的内线反映啊，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，所以我估计啊，大概在10天左右，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。副政委，报告副政委，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。哎，琢磨啥呢？这朱峰来了，赶紧去呀你！副政委，周副主委，哎，朱梅，哎，来了。啊，我去专属路过这儿，
来看看你。啊，西风，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？还可以，能坚持。能坚持。啊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呀？啊，这榆树叶子，哎，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，这个不难吃啊。别吃了。给。这什么呀？这我不能要，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，你快收起来。下午我就到专署了，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。真的？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，大半都是粮食的，吃吧。哎呀，那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你慢点吃。来，给。你吃慢点儿，这还有一个呢。啊，太好吃了，还有盐味儿啊！哎呀，还有一个，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，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。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，全给大伙吃，他就是不吃，谁劝也不听。这样，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，他肯定不拒绝你。政委，政委，喝一口吧。来。哎，咱再喝一口。周书记，你看谁来看你来了？哎呀，周书记，周梅，快坐，坐。哎呀，我起不来了，别在意呀。我要去趟专署，路过这里来看看你。啊，给您带了一个窝头，大半都是粮食做的，还放了盐，可好吃了。真香啊！哎，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。哎，我是可惜了，整天躺着，什么也不干。给季风吃吧，我听小刘说，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。周书记，季风大都已经吃过了，我还能不想着他吗？您快吃吧。尝上一口吧。好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。你多吃，周书记。哎呀，刘儿，我留着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哎，准备啊，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。哎呀，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，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？快分享分享。啊，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客套了。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，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，要多方面发展经济。
王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，还有加工产品，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。比如说是烤烟、麻制品、豆油、花生油、芝麻油等等。有了钱，我们就可以买粮食。好，这是好办法。你跟周书记细说说。对。副政委啊，联络员回来了，说有重要的消息。好，周书记，我去处理一下，你们先说着啊。哎，走。好。周书记，您好好休息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。别耽误你去转述，去，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。哎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去。政委，咱再吃一口。再吃一口，政委。小刘，快把这个窝头送到卫生队，给伤病员吃。快去。不，这是给你的，你也是伤病员。他们还年轻，能治好，比我更需要。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。前一段时间啊，大家都没有出击，有那个小狗的鬼子过来，咱都给他放过去了，是不是都憋坏了？快别说了，副政委，有时候你绝对有利了战机，就是不想打，你急不急？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！《孙子兵法》上说了，能而使之不能，让鬼子感觉啊。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，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，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，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，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。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？对呀，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。鲁甸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，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。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，有一个伪军的大队，有一个鬼子的中队。他们要靠自己啊，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，不断去袭扰他们，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。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，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，从这个情报上看，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。你看这一次，他只派了2个伪军小队，1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。他这个兵力，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。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同志们，10几大车，好几万斤啊！咱有了这些粮食，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，是不是啊？嘉诚，你来部署一下作战。好，支队决定啊，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，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。具体的任务分配：2中队和3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，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1个敌人，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，瞄准日军，争取我们在第1轮射击就打掉1半的敌人。然后呢，立即发起冲锋，与敌人展开白刃战。但是注意，冲锋前都要定超过，拼不过就开枪。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，战斗开始，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，负隅反抗。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，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。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，和2、3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。1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，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。4中队作为预备队，天黑之后部队就
进入阵地，挖好掩体，做好伪装。是。准备进攻！预备！把士兵可把枪！嘿，六个零，空降3个枪！嘿！郑亚彤，机枪手准备。不亮！开火！别站你！啊，齐老师说你有4个人。政委，政委，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？啊，真的，打得怎么样？2是回来了吗？政委，你放心吧，咱一定能打胜，粮食一定能拉回来。来，咱喝口水。来，政委，政委，政委。这装回去自己吃上。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？啊，报告，谁让你们？是我。
他们不是从这儿拿的，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。副政委啊，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，他说参战同志们吃顿饱饭吗？哎呀，我说3队长钟鸣同志啊，这普通战士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还吃饱饭？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，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？副政委，同志们，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。但是大伙儿放心，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，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，肯定是能支持到夏粮收获。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，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，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，能吃的吃了，不能吃的也吃了，很多人已经中毒了。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，就要大批的死人啊！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？这是粮食吗？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！没事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，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。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？都是鱼腥叶子。钟鸣队长，俺问你，副队不知道粮食好吃吗？三少队长，找个麻袋，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，装车。是。同志们，我向大伙儿保证哈，只要是咱这个夏粮收获了哈，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，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。好。但是哈，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，我要搞点特殊化了，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。为周书记，周书记啊，都病成那个样子，是一口干粮也不吃，全留给同志们。我想呢，我拿点大米回去，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，好不好？没问题啊，这不叫特殊化，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。副政委，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。他吃什么，我都没意见。好。齐峰，撤吧，李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。好，出发，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。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！大家赶紧出发，抓紧出发！走！政委，你醒醒呗，政委，你吓死我了，政委！我喊卫生员了，马上就到啊！我感觉好多了，别喊卫生员了，没用的。那我给你找吃的去。别浪费粮食了。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夏粮收了就好了。没几天了。什么味道？这么香，真好闻。是槐花开了吗？是。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，一天比一天开得盛。好啊，真好。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。快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，
让他们到院里站会会儿，柴山那儿擦凉面儿，蒸团子，点丝丝，可好。政委，政委，政委，卫生员呢？政委，快来！快救救政委！你快点呀！马上。政委不在。政委。情。